各位在坐飞机、高铁的时候，会优先选择靠窗的位置还是过道的位置？其实这两者都有利弊。靠过道的位置走动比较方便，而靠窗的位置也很受欢迎。毕竟在乘坐过程当中确实比较无聊，能够靠着窗看看风景，打发时间也挺好的。不过看完今天的这个视频，恐怕很多人都会有所改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这么一个靠窗的位置，夺走了这个乘客的性命。我们都知道，飞机上的窗户是不可能打开的，而在万米高空飞行时，由于大气压，这时候的飞机一旦开一个洞，任何没固定的东西或者人都会瞬间被吸出机外。至于活下来的概率，那就非常难说了。詹妮弗·赖尔丹是一名银行高管，他经常出差，是个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。可谁能想到，一次普通的飞行出行竟然要了他的命。2018年4月17日，詹妮弗乘坐西南航空1380号航班返回达拉斯，他的座位号是14A 靠窗，而塔米·乔·舒尔茨是此次航班的机长，她曾是海军战斗机飞行员，也是首批驾驶 F-18的女性之一。退役后的她驾驶波音737自然是轻车熟路。起初在飞机起飞后，一切都非常顺利，大约过了半小时，飞机来到了32000英尺的高空。突然间一声巨响，飞机左侧的引擎爆炸了，整架飞机迅速向左倾斜了40度，空乘人员都还来不及反应，直接摔倒在了地上。此时客舱内充斥着烟雾，氧气面罩迅速地掉落在乘客面前，所有的人都很懵逼，耳朵嗡嗡作响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然而驾驶舱的情况也不好，滚滚黑烟蔓延过去，严重干扰了飞行员的视野。根据机长塔米回忆，在听到爆炸声后，发动机仪表闪烁异常，最后逐渐减弱。而巨大的轰鸣声使得飞行员根本就听不到彼此的声音，只能用手势交流。与此同时，飞机迅速向地面俯冲，剧烈震动。塔米甚至怀疑是不是被另一架飞机拦腰给撞了，但他很快冷静下来，一边牢牢掌控着飞机，一边向地面控制中心呼救。其实这个时候，塔米都不知道客舱正在经历怎样恐怖的拉扯。由于是左侧的引擎炸了，部分碎片飞溅了出来，砸碎了詹妮弗旁边的窗户，她瞬间就被吸出了飞机外，仅剩腰部以下留在座位上。而此时，空乘人员正忙着确定所有乘客的面罩是否佩戴正确。当空乘雷切尔·费尔海默走到第14排时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。旁边的乘客正拼命地搂住詹妮弗的腰，试图把她拉回来，而她的大半个身子已经被吸出窗外。此时的吸力实在是太大了，就算是雷切尔和旁边的女孩一起帮忙，他们的力气也完全不够。由于气流和噪音，空乘人员一开始根本联系不上驾驶舱报告情况。霍利麦基是詹妮弗的邻座，事故发生之后，他俯身紧紧地抓住詹妮弗的腰带。虽然安全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但窗外的气温是-50度，风速为每小时800公里。詹妮弗的头、躯干和手臂一直悬在外面，好在有2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冲了过来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。这2名男子分别是消防员安德鲁·尼杜姆以及牧场工人蒂姆·麦金蒂，其中一人还将手臂伸出窗外，搂住詹妮弗的肩膀，设法将她拉回来。最终在众多乘客的齐心协力下，他们成功将詹妮弗拖回到飞机内。可是此刻的詹妮弗已经奄奄一息，飞机外部有大量的血迹。空乘人员设法在客舱内寻找懂医的志愿者，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乘客当中有2名护理人员，他们舍弃了自己的氧气面罩，将詹妮弗放在了第1排座位上，轮流给她进行心肺复苏。这时空乘人员也终于联系到了驾驶舱，塔米得知了紧急情况后，迅速向地面控制中心报告，提前安排医疗救援，而他的任务就是将这架波音737飞机紧急迫降在费城，尽可能的保证所有乘客的安全。很快，飞机被迫紧急降落在费城国际机场，乘客们都紧张的说不出话来，闭着眼睛准备迎接撞击。最终，塔米凭借过硬的技术，使得飞机安全着陆，大家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了下来。只可惜，尽管所有人都竭尽全力的帮助詹妮弗，她在降落后也第一时间被送往了医院，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詹妮弗因头部、颈部和躯干受到了钝器撞击，伤势过重，在医院去世。经过调查，发动机之所以出现故障，是因为第13号风扇叶片出现裂缝后折断，弹片飞向了飞机的侧面，最终导致了1人死亡，7人受伤。其实早在2016年8月，西南航空的同一型号飞机在密西西比州上空飞行时，发动机的第13号风扇叶片同样出现过裂纹，导致发动机爆炸，损坏飞机。只不过那一次碎片没有袭击客舱，飞行员最后成功迫降，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事后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开始起草一份检查风扇叶片的提案，但后来不知怎的，流程非常缓慢。直到2018年，风扇叶片再次发生故障，还闹出了人命，这才下令重新进行检查。不出所料，检查结果令人堪忧，类似发动机上的其他8个风扇叶片也都存在裂纹，而上一次检查要追溯到6年前。那时候风扇叶片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金属疲劳，
但当时的检查并不仔细，所以遗漏了这一点。实际上，在这起事故之前，人们从未意识到风扇叶片也该有使用年限。即使风扇叶片没有出现金属疲劳的痕迹，一旦超过规定年限，就该及时进行更换，避免悲剧再次发生。在这起事故当中，没有造成过多的死亡事件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可像这样离谱的空难，早在1988年，阿罗哈航空公司的波音737-297也曾经发生过一次。而这次不是简单的把人吸出机外，而是直接把机舱的天花板掀开，变成了敞篷飞机。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阿罗哈航空243号短途航班，它是往返于夏威夷希洛国际机场和檀香山国际机场之间的热门航线，全程只有35分钟。这条航线每天要往返10多次，机组人员早已驾轻就熟。1988年4月28日这一天，243号航班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。当天共有98名乘客，其中一位女士在登机过程当中就注意到机身有一条大裂缝，虽然她有些疑惑，但并没有声张，不想大惊小怪。下午13点25分，飞机起飞后没有发生任何异常。很快，飞机就达到了24000英尺的高度。由于飞行时间较短，所以当飞机还在爬升阶段，空乘人员就开始走进客舱，准备为乘客提供服务。虽然在起飞过程中，机舱已经传来了轻微的异响，但大家对此都已经习以为常。时间到了13点48分，只听一声巨响，机体前端偏左的一块天花板突然发生了爆裂。由于机外气压很低，爆炸性减压撕掉了大部分天花板，从驾驶舱后面一直延伸到前翼区域，长度至少有6米。裂开的地方就像是一个强力吸尘器，拼命地把飞机内部的东西往外吸。就在一瞬间，这架波音737成为了一架敞篷飞机，机舱内所有没有固定住的东西全部都飞了出去。好在当时的乘客们都系着安全带，任凭气流拉扯，他们还是留在了座位上。可正在忙碌的空乘人员就遭殃了。当时的乘务长克拉贝尔兰辛正在回收乘客的杯子，他站在第5排座位的过道上，头顶恰好就是天花板裂开的位置，所以在客舱施压时，克拉贝尔刚递给乘客一杯饮料，下一秒他就直接被吸出飞机外，无处可寻。另一名空乘人员名叫米歇尔·洪达，他被碎片击中后，一时间倒地不起，只能顺势抓住座位下面的金属杆。米歇尔深知飞机正在经历减压，情况危急。虽然他也受伤了，但完全不敢懈怠。就这样，米歇尔一边在过道爬行，一边确保每位乘客系好安全带，并提醒他们穿好救生衣。而此时的飞机就像个被开了口的易拉罐，碎片乱飞，直接砸伤了许多乘客。再加上气流的冲击，乘客们渐渐的呼吸困难，有的甚至昏迷了过去。好在2位飞行员经验丰富，技术过硬，虽然变身敞篷飞机，但很快就冷静了下来。他们联系了最近的机场，要求紧急降落。为了安抚乘客，米歇尔在确认驾驶舱安然无恙后，挨个通知乘客，飞行员正在努力操控飞机，希望大家都能保持冷静。在那时，这句看似简单的话，实则非常有力量。幸好有如此专业的机组人员，他们临危不乱，使得这架敞篷飞机成功迫降，简直是航空史上的奇迹。除了被吸走的乘务长克拉贝尔之外，没有出现其他死亡事件。后来经过调查，由于飞机上由于粘合铝片的粘合剂失效，导致水汽进入机体裂缝，引发氧化，而那些起到固定作用的铆钉则出现了金属疲劳。再加上这架波音737是飞短途航班的，起落频繁，实际飞行次数要远远超过设计周期。当金属疲劳到达临界点，就会出现结构性损坏，直接把天花板都给掀掉了。那看到这里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，为啥美国的空难就这么多呢？其实相比于别的国家，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客机，这是最大的一个因素。他们出门除了开车就是坐飞机，什么火车、长途巴士啥的，人家压根就不发展。就像上述中的阿罗哈航空短途航班，只有35分钟的航程。虽然岛与岛之间是水路，没法开车，但他们也不喜欢坐船。而在美国大陆，2个目的地之间只有200-300公里，都能给你整一个飞机。另外就是飞机多还旧，有些甚至是年代久远，好多都是修修补补再战几年，所以难免会疏漏掉一些细节，导致空难频发。像今天讲的破窗飞机、敞篷飞机，虽然这些听着都很离谱，但也算是少数。不过无疑是给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，在任何行业的安全检查中，千万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枝末节，因为往往都是这些特别细小的隐患，最终就会酿成大错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你们还听说过哪些离谱的空难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郑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